东伯侯信使刚到朝歌，就力竭身亡，留下话来：东夷叛贼不过5万，战车不过500乘，过东鲁而不攻，直奔西北。西北方向，那不正是北海吗？不错。文太师正在与北海蛮族相持不下，若不中间阻止东夷蛮族，那文太师岂不是腹背受敌呀？那依你之见呢？调兵遣将之事，儿臣真的不懂。大王，东伯侯未有虎符，不敢擅自动兵，请大王示下。真是天赐良机呀！故要亲率出征。大王不可御驾亲征。文太师征战北海8年，耗资巨大，粮草兵源越来越吃紧，京城再也拨不出兵源去征战东夷叛贼了。吾在朝歌憋出一身肌肉，如此良机岂能错过？臣也是有很多年未曾打仗了，愿随大王亲驾战车，荡平贼寇。可是京城的兵卒不过10万左右，如果真的出征，朝歌定会是空城。一旦有事，社稷危矣。还有，文太师传下话来，再三嘱咐：3界将乱，天下莫测，请大王务必坐镇京城。那就只能靠姜桓楚了。东伯侯久经沙场，又是国戚，忠诚可信，能力可以，荡平贼寇绝没有问题。臣恳请大王拟旨，许东伯侯姜桓楚带兵讨伐。儿臣愿带军平定叛贼，为父王分忧。大王，现在就拟旨，发虎符。急什么？东夷叛贼乃乌合之众，成不了气候。军情百变，眼下叛贼目的未明，待东伯侯后续信使消息，再做计较。父王，儿臣愿往。你想想清楚，疆场上可不比后宫啊。你让开，让开！这点本事啊！法术呢？咒语呢？我还以为你是师傅，拥有什么可以生火的神力呢。你别叫我爹，听了揪心。爹啊，那我应该叫你什么呀？要非叫不可，就叫师傅吧。反正你跟杨戬5级都一样难缠。师傅。那就偶尔叫叫师傅，偶尔叫叫爹吧，随便叫吧，反正叫什么都是一样的。您就是我爹，师哥，听到没有？我现在既是咱师傅的徒弟，也是我爹的女儿啦。咱师傅健忘，刚刚说过的话、听过的话，转头就忘。没关系啊，我不健忘，我记住就行了。爹，师傅，这烤兔子也是修炼吗？我们现在要干什么呀？从哪入手？对，师傅，今天也请您赐教。赐教？你可曾听过土遁？就是仙家5行道法中的土遁，就是钻到地下逃跑。哇，土遁好啊！以后我偷了东西往地下一钻。回来献给师傅呀，啊！
昆仑山妙法无边，最低级的就是土遁啊。那高级的呢？高级的有隐身术、定身术、腾云驾雾、移山填海。师傅，全都教我。可惜这些咒语我全都忘了。啊？越老越糊涂。再说这些小法术，我根本就不用什么咒语，动动念头就行了。但是教你们吧，我得想好了，这2只破碗能盛得下大海吗？盛得下。师傅，您多久能想明白？那可说不准。如果弟子孝顺，没准明天就想起来了；如果弟子一个一个的目无尊长，那我10年8载的也想不起来。我等不了那么久。您不是知道吗？我要报仇，我要把我妲己妹妹救出来。妹妹？报仇就要杀人，救你妹妹也难免要杀人。如果为了杀人而学本事，那这个本事不学也罢。大王还没有传话来。没有，那边的夜宴还没结束。今夜没有夜宴。那大王今夜在哪儿过夜？还来不来寿仙宫了？奴婢不知。坤德宫那边有什么动静？与平日没有什么两样。知道了，退下吧。是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娘娘，天已经很晚了。禀王后，大王驾到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若非大王执意御驾亲征，娇儿何须替父亲反省？你的口气竟然与那些大臣如出一辙，如何处置，故尚未决断，你急什么？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让娇儿独自去冒险。他一个人去又怎么样？不敢亲临战阵，又如何做得我大商之王？伟大的君王，不能仅仅依靠武力，更重要的是德行。王者是力量的象征。那师傅，容妾身给家父传个口信儿。说什么呢？大王觉得我应该说点什么好呢？大王就这般介意东伯侯征战东夷？此话怎讲？东伯侯若再建军功，外戚执掌兵权，大王心中疑虑难消，所以才以御驾亲征之说逼迫娇儿代父出征。说得好听是历练沙场，其实大王内心是疑心东伯侯与臣妾娇儿是否内外勾结，借此试探，不是吗？
后这是在胁迫孤王。妾身只是在寻找一个妥善解决的方案，更不想娇儿去冒不必要的险。就是因为经常庇护在母亲的阴影下，才会变得如此脆弱。更大的阴影应该是东伯侯。是，所以我才收了你，一个不解风情、索然无味的女人，所以姑才封你为王后。原来是这样。我只问大王一句，还要不要娇儿亲自出征？这事没那么简单。看来今夜将会是漫长的了。娘娘当心，小心沾到血。这血迹是怎么回事？以前夜里死人，并无血迹。这个妹妹性子烈，奴婢猜想，当她看见梦魇近身时，就用刀割了自己的喉咙。死了也比受辱强。娘娘，奴婢害怕。您说，这次是他，下次会是谁呢？从我寿仙宫的份例中取1000钱，拿给他的家人，就说他得了急症，不治而亡。谢贵妃娘娘。你真是贪得无厌，何时才能保足？直到你进来我的灭途啊！是你把我引到这儿来的，他的死该算在你头上。是你这个妖怪的贪婪害死了他。太激动了吧？那是他的血，别搞得跟自己死了似的，别那么伤心难过。你呀，就快点把大王给杀了，早点进入我的密户，这样从此以后也就不会有宫女死。你如果真的想帮我，就少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儿。你这么做，会引起大王的怀疑，到时候麻烦就大了。你这么说，像是我单跟你报仇似的。除了你，谁还能阻碍我？有啊，太子殷郊。此话怎讲？我是说，你想当王后的计划失败了。细细道来。商王的确按照你的心愿，一脚踹开坤德宫，跑进来，一剑就插在姜王后的面前。然后呢？没了，说完了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到底为什么？因为太子殷郊突然跑了进来，懂了吧？昨天夜里，大王在哪儿睡的呀？难不成？现在才明白，知道你现在的样子了。怎么回事？
怎么会变成这样？现在懂了，你连姜王后的手指尖都碰不着，我就随便杀了个宫女，你就乱了心情，只顾着生气，这多叫人着急，多令人寒心啊！是啊，多令人寒心呢。之前做的一切，只是伤了王后的自尊心。原来让他把心窝子都肯掏出来的方法，就近在咫尺。看来你是盯上太子了。抓住小的，老的才能乖乖跟上；卡住崽子的脖子，老的才能乖乖的求饶。不赖，看来你已经不用我教了。哈哈哈哈！女儿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要做什么，这是怎样的恶行，女儿全都知道。为了报仇，再坏的事情女儿都可以做。因为女儿不饿不行，如果我不饿，就会死在江后那样的女人手里，就会死在杜渊显那样的人手里，最后被埋在宫墙的一角。女儿不怕死，女儿本来就是活死人。但是女儿怕报不了仇，那比死还恐怖，所以我只能比他们更恶。你们不愿意女儿这么做吗？母亲，即使你们不想让我这么做，女儿也会这么做，因为女儿还是你们的女儿。大吉已经不是以前的大吉了。当心，先走了。想什么呢？这么认真？苏妃娘娘，什么风把您吹到太子宫来了？你这怀里到底是藏的什么东西，让你这么恋恋不舍，望着这个破破烂烂的玩意儿？什么也没有，什么都不是的。我很是好奇呀。就是块破衣角而已。
我就说嘛，老是惦念着那是什么东西，说来，我倒是怪可笑的吧。苏妃娘娘到太子宫来，是有什么想要告诉我的吗？我有一个难言之隐。怎么不吃啊？听闻太子殿下最爱冰菊的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你的难言之隐是什么？就算装作不知道、不关心，装作看不见、不肯看，却总是被什么东西吸引着，心里放不下。你说这是什么样的感情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我还有很多书要读，您请回吧。真是的，人家好不容易大着胆子说出心里话，你却这么不解风情。快回答我。虽然不知道这是不是答案，不过苏妃娘娘的苦恼，像是不该有的感情。这是什么话？太子殿下，我问的是，那怀里藏的是谁的衣角？怎么能说是不该有的感情呢？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呀？要么就是有什么想要的？您别说了，您请回吧。你这么薄情寡义，大王知道了会不高兴的。我可是大王的女人，我就是想你这怀里，我能看看吗？你还是请回吧。那我先退下来。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疯。也不会让这里成为太子的墓地了。娇儿，娇儿，娇儿，出什么事了？啊？母后，娘娘，冰菊，刚才有谁来过？娇儿，你跟娘娘说刚才谁来过？没关系的，别怕。娘娘，那簪子。
皇后娘娘，这只鸟可聪明了，我正在教它学说话呢。这是你的吗？说是不是你的？您是在哪儿找到的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自然是不清楚，所以才问的。这是我之前遗失的东西，您是在哪儿找到的？你少跟我装糊涂。在太子的宫里。太子的宫里？怎么会在太子的宫里呢？是太子拿走的吗？为什么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又用你的妖术迷惑人。怎么，你要陷害太子是吗？可我告诉你，我没那么容易被你这小把戏蒙骗。皇后娘娘，你说我应该把这个放在哪儿，比较容易让大王发现呢？也不知道大王看到以后会是什么样的反应，怕是暴怒之下，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认了吧？身为王后，竟然做出这样的举动，真是让人难以想象。怎么会是这样的？告诉你，今天的事情，我就暂且放过你。但再让我发现你弄巫术，下一次我就给你推去刑场。你最好给我记住。这只是个开始而已。没准哪天，我觉得日子无聊，会找点更有趣的事情做。比如说，我哭得花枝乱颤，死去后来对大王说：“太子对我无礼，我也无颜活在世上，求大王赐死。”大王会怎么样呢？一剑刺穿你的儿子，然后杀了我？不对，可能我错了，也许是先杀了我，然后再杀了你的儿子。王后娘娘，我只是个卑贱的人，在你心里，我不知死了10000次，再多死一次又能怎么样？不过太子只有一个，让你的亲生骨肉为我陪葬，这恩典对妲己来说太厚重了吧？好，你厉害。我保证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会再伤害你，我也不会再管你的事情。但是也请你放过娇儿。王后再说一遍。我求你放过娇儿。听见了。其实，王后还没开口说出来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听见了。王后娘娘慢走。是个妖孽，他真的是个妖孽。娘娘，你说什么？娘娘，你说他是妖孽？难道是寿仙宫？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。
娘娘，娘娘，在寿仙宫发生了什么？娘娘为什么会亲自摆驾寿仙宫？一定又是那个妖女！我现在就去寿仙宫，狠狠地去教训那个贱人，往她脸上吐唾沫，再踢她几脚。不要，不要再刺激妲己。王妃啊，我也才想起来，你有些日子都没有回家了，倒不如今日你就回家去，也好住上几日。娘娘，为什么让我回家呀？妹妹愿意待在宫里侍候你。我的意思是，万一你心里有什么想不通的问题，可以回家去向武成王请教请教。他可是朝廷的栋梁。娘娘，妹妹明白您的意思了，那我现在就回家省亲。姐姐跟皇妃说的话，我怎么听得云里雾里的？大王一味宠爱妲己，凭我一己之力想要扳倒他，谈何容易？王妃也是一个聪明人，她知道以她的相貌也得不到大王的欢心，所以一直以来她都做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。可只要武成王在，这王后之位早晚都是她囊中之物。姐姐千岁，千万不能说这么不吉利的话。只看天地良心算了。姐姐要是真走了，那我也跟姐姐去，在九泉之下，也好有个照应。多谢。不敢。往日呢，我总是劝大王多亲近亲近皇妃，可是我也没想到，这宫中突然来了一个妲己，把大王迷得神魂颠倒。在咱们这宫里头，心里最过不去的就是皇妃了。其实我今日让她回去省亲，也是想让她探一探武成王的意思。姐姐的意思是要让武成王来扳倒妲己，谈何容易？姐姐，也许我们应该再请个仙师，除掉那个妖女。仙师？那还有什么仙师啊？难道你忘了杜元显的下场？我们这次从宫外请。宫外？那不是太子吗？马氏面馆开业大酬宾啦！福面、臊子面、凉糕面、干子面，想吃什么这儿都有，吃一碗送一碗，香辣酸甜天下一绝。大叔大婶，哥哥弟弟看过来啦！看，马氏面馆百味俱全，万里飘香。每个面条都是千掌万感，沾着王母娘娘甘露感出来的。没福气的吃了添福气，没良心的吃了长良心，没爹娘的吃了咱家的面，面就是你的爹娘啊！来啦来啦来啦！这是好吃好吃，太好吃了！吃了满嘴流油，浑身冒汗，幸福长寿，春景大动喽！哥，看什么看？进去吃面。快去快去！还有你吃面吃面！来来来，吃面吃面喽！吃一碗送一碗啊！来来来，吃面，跟我吃面去！快点啊！来啦来啦！
换啊，马上就换。好嘞。来，吃面吃啊！一碗送一碗啊！我要出宫去。啊？今天就忍忍吧，频繁出入民宅会引人注意的。唉，王宫太闷了，令人不安，闷得慌。我要出去。去，给我找些平常人穿的衣服，不要这些绸缎。可是您是太子啊，太子怎么能穿的跟老百姓一样呢？你不懂，还是我父王说的对，大商的太子不能总躲在深宫里。什么？哎，把你的衣服给我穿。那我穿什么？你穿我的呀。哎，殿下，这可使不得。为何使不得？那这样一来的话，人家会把你当成我的仆从。那不更好吗？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您这是要出宫吗？请不要告诉我母后。娘娘叫您进去。你又想微服出宫？你父王正在为你征伐的事情烦恼，在这种节骨眼上，你怎么还有心思微服出宫呢？母后，孩儿在记载中看到，圣君武丁大帝为太子的时候，每10日中必微服私访一次，考察民间疾苦，这才能从奴隶当中发现贤才富岳。之后君臣相得，中兴大商。所以你就想微服出宫？母后，行不行吗？这是正事，也是好事。为娘的当然会支持你了。可是，据我所知，对武丁大帝帮助最多的人，可不是傅说。你知道是哪个吗？孩儿当然知道了，是武丁大帝的王后，妇好。是啊，想当年，武丁大帝坐镇京城，妇好统帅千军万马四处征伐，为我大商拓展疆土一倍有余。今日我大商这万里江山，有一半是拜他所赐。所以嘛，娇儿，你要记住娘的话，要成为武丁大帝那样的明君，仅仅有一个傅说还不够，还要找到一个贤惠的妻子，一个能干的王后。孩儿明白，明白就好。所以娘亲准备跟你父王商量一下，看看这四方伯侯，谁家有合适的女子，赶紧呀把你的婚事给办了，好不好？不要。不要啊，孩儿的意思是说，先不要忙着和我父王商量。都说姻缘天定，莫不如找个仙师算算。仙师？孩儿告辞。站住！娇儿，你到底想去哪里？跟我说实话。母后，您听说过歪脖子巷贾3号吗？歪脖子巷？哼，我在朝歌半辈子了，从没听说过这个巷子有贾3号。有贾3号的。母后，您还记得吗？上一次杜元显师傅头七那天，我去师傅坟前祭奠，我回宫的路上，不小心碰到了一个女孩子，就是她把我引到歪脖子巷贾3号。那看起来还真有歪脖子贾巷这个地方。不，也不能说完全有，因为它没有贾3号。歪脖子巷只有乙丙丁、
唯独没有甲，所以才叫歪脖子巷的。怎么把我给说糊涂了？那你怎么找到甲3号的？是那个老头说的，他说这儿就是歪脖子巷甲3号，甲没有歪，是乙丙丁他们歪了。这么诡异？也许是诡异，也许是奇妙。小娥不但找到了甲3号，而且还找到了自己的父亲。居然那个老头就是他的父亲，而那个老头死活都不承认是他的父亲。这老头，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姜子牙。似水年华流转，诀别生死，乱世黄云烟。分界是爱或恨，是点是痴，浪迹再相遇。真心放逐天涯，覆水难收，你我各殊途。怎知天人永隔，却回来时路。执着一心，交换横荒，人间一刻，永生不忘。天眼看破繁华荒芜，谁相随？难放手，乐与苦，笑过才懂苦。只愿伴着你，挣扎在无常的摆布。诺不已，誓不变，聚散也无畏。用一生绕一圈，才后悔，才追悔。难放手，乐与苦，笑过才懂苦。只愿伴着你，挣扎在无常的